Hello， 我是 Edward， 想不想學習地道的中文普通話？想不想聽有趣的中國故事？那你來對地方了，不要走開。今天我要聊一個人，一個在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人，他影響了中國幾千年，他有很多稱呼，比如說很多人稱呼他為聖人，就是很神聖的人，像神仙一樣。還有很多人稱呼他為哲學家、思想家，因為他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。但是在我眼裡呢，他更是一位老師，一位好老師。他也是中國最偉大的老師。他是誰呢？你們猜到了嗎？他就是孔子。我現在在嘉定的孔廟門口，孔廟就是紀念孔子的地方。孔子生活在中國的春秋時期，離現在有2500多年了。當時中國還是貴族社會，貴族管理着這個國家。貴族就是那種天生有權力和財富的人，他們是可以世襲的，就是一代傳一代。只有貴族才能夠學習知識文化，讀書寫字。老百姓幹嘛呢？老百姓只能幹體力活了。但是孔子開創了整個中國的平民教育，他覺得每個人呢都可以學習，都可以讀書寫字。只要你願意學，他就願意教你。不管你是平民老百姓還是貴族，那他的學費貴不貴呢？不要錢，他只收你3條乾肉，就是那種風乾的肉條，是不是很便宜？孔子一生呢，號稱有3000多個學生，其中呢，最出名的留下名字的呢有72個，也叫72賢人。你們看，這是孔廟門口的一條小街。看到門口的石欄杆了嗎？這個石欄杆上雕刻了72個小獅子，而且是形態各異，長得都不一樣。這72個獅子呢，就代表着孔子的72個弟子，也就是72賢人。這些獅子是不是很可愛？而孔子的這72賢人當中呢，又有3個最出名的徒弟，他們分別是顏回、子路和子貢。顏回呢，家裡很窮，住着破破的房子，吃着簡單的飯菜，可是他卻非常喜歡老師教給他的知識，他是一個安貧樂道的人。子路呢，是一個非常勇敢，但是也很魯莽的人，他性子比較急，但是他也一直陪伴在孔子身邊，保護孔子。最後一個是子貢。子貢是一個做生意的人，他很會做生意，也很會說話，是一個能說會道的生意人。這個呢是孔廟外面的圍牆，在古代呢，這個叫宮牆，就跟皇宮的圍牆類似。孔子去世以後，有一天，
魯國的一位高官找到孔子的學生子貢，跟子貢說呢：“你是我們魯國學問最高的人，知識最豐富的人，你比孔子厲害。”你猜子貢怎麼回答？子貢說：“我覺得學問知識呢，就像家裡的圍牆。我家裡的圍牆呢，只有1米高，路過我家的人呢，一看就能看到我家裡面的好東西。而孔子家的圍牆有上萬仞那麼高，仞是古代的長度單位嘛，就形容孔子家裡的圍牆很高，然後路過孔子家的人呢，是看不到孔子家裡面的美好的，所以這道牆也叫萬仞宮牆。這是一個石牌坊，这个石牌坊寫着2個字，從右邊往左邊讀嘛，叫仰高。這2個字是孔子的學生顏回誇獎老師的話。顏回是怎麼誇獎老師的呢？顏回說，老師的學問就像高山一樣，你越往上看，越看不到山頂，越看不到邊。門口還有2隻大獅子。是不是子貢和顏回很會誇獎老師，對老師的評價很高？那孔子都教些什麼呢？孔子有4教4不教。孔子第一個教的是古代的知識，古代的經典書籍。第二個是孔子教怎麼做事情，就是學了知識怎麼去實踐。第3個呢，孔子教做事要忠於自己的內心，就是要盡心竭力，用盡自己的全部力量、全部能力。第4個呢，就是要講信用。孔子有哪4不教呢？第一，孔子不教怪異的東西。第2，孔子不教武力，不教怎麼打架。雖然孔子很高，應該力氣也很大，他很會打仗其實。第3呢，孔子不教造反的事情，不教叛亂的事情。第4呢，孔子不教鬼怪故事，孔子不信鬼，孔子是個無神論者。那孔子是怎麼教學生呢？他用什麼方法呢？孔子有4個字，叫因材施教。這裡有一個故事，有一天子路找到孔子，問老師，如果我碰到了好的建議，我應該怎麼辦？孔子跟子路就說，子路，你上面還有爸爸，你身邊呢還有哥哥，你應該多聽聽他們的意見，再決定。子路走了以後，第2個學生冉有也進來了，問孔子，老師，如果我碰到好的意見，應該怎麼辦？孔子說，你聽到了好的意見，就應該立刻去做，不要猶豫。然後冉有也走了。這時候陪在孔子身邊的另外一個學生就很納悶，就很奇怪，問孔子，為什麼子路和冉有問同樣的問題，你給了不一樣的答案呢？孔子就跟那個學生說，因為他們2個人的性格不一樣呀，子路比較魯莽，性子比較急，所以我讓他一定要多思考思考。而冉有呢，
平時做事就本來就很猶豫，不夠果斷，所以說我讓他听到好意見就立馬去做，不要思前想後的浪費時間。是不是孔子比現在學校裡面的方法還高明？你喜歡這樣的老師嗎？其實這讓我想到了目前我們在用的學習語言的方法，就是 comprehensible input。我們一定要根據自己的水平，還有我們自己的興趣，去找到適合自己的 input， 然後不停地聽，不停地跟讀，然後還可以不停地在評論區來練習，我們就可以不斷地提高我們的語言水平。你目前就是这麼做的嗎？當然，孔子也是一個很嚴厲的老師，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格，還很會罵人。有一次大白天大家都在上課，有一個學生叫翟宇，在課桌上打瞌睡，睡覺了。孔子看見以後非常生氣，指着翟宇說：“你真是朽木不可雕，糞土之牆不可污。”什麼意思呢？他就把翟宇比作腐爛了的木頭，不能雕刻成好東西；比作糞便和泥土做的牆，不能在上面畫畫一樣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這句罵人的話，孔子這句骂人的話流傳到了今天。我記得我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，如果我們不用功，不好好學習，老師就會罵我們朽木不可雕。你們上學的時候，老師會罵你們嗎？如果有的話，是怎麼罵你的？歡迎在評論區和我交流分享。这個水池在孔廟裡面叫泮池，這個橋呢叫泮橋，是古代學生進孔廟紀念孔子走的橋。走過這個橋，就能考試考出好成績了。我前面這葉樹是松柏，很古老，所以也叫古柏。古柏是常青常綠的，壽命非常長，很長壽。在孔廟裡面喜歡種古柏，表示孔子的思想很長壽，而且常青常綠，源遠流長，可以流傳很久。這棵古柏的壽命可長了，它有650年，元朝的時候種下去的，就是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栽種的。这棵古柏背後的門叫大成門，它來自於孔子的一個私塾弟子說的話。私塾弟子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他不是孔子的學生，但是他自己呢又認為孔子是他的老師，很尊敬他，很敬重他，所以他把自己稱呼為孔子的私塾弟子。他就是孟子，
中國的另外一個聖人。孟子評價孔子是集大成者，就是在學問這個領域很完美的人，達到了學問的最高境界。所以這個門叫大成門。進了大成門就是大成殿。大成殿是孔廟裡面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建築。大成殿裡面供奉着孔子的塑像。中间雕着龍，下邊有6個吉祥的東西，表示六六大順，很順利的意思。上邊還有5隻蝙蝠，象徵着福嘛，福氣，很幸福。孔子呢也很愛他的學生。孔子比較高壽嘛，比較長壽，活了73歲。可是顏回呢就沒那麼幸運了，顏回年紀輕輕就去世了。孔子最喜歡顏回，聽到顏回去世的消息非常傷心，他大哭不止，然後對着天說：“這是老天要我的命呀！這是老天要我的命。”孔子另外一個最喜歡的學生子路，因為參加了一個權力的鬥爭嘛，被殘忍的殺害了。孔子聽到這個消息也很傷心，他從此就不吃肉了，改吃素。今天我們聊的故事都是來自《論語》這本書。《論語》不是孔子寫的，《論語》是孔子去世以後，他的弟子收集整理的一本書。《論語》裡面記錄了孔子的言行，還有一部分是孔子弟子的言行。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閱讀一下。這裡做個小廣告，我自己還做了一個《論語》的網站，大家喜歡的話也可以去查閱，網址是《論語》的拼音 .xyz，《論語》xyz， 完全免費的哦。孔子的一生，他的老師事業非常成功，他開始了中國的平民教育，教出了很多出名的、很厲害的學生。但是孔子的理想呢，卻非常不順利。孔子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他的後半生都在顛簸，到處流浪，非常不順利，很坎坷，而且處處碰壁。就是每個國家的國王都拒絕他，甚至有一次，他還被人稱作為喪家之犬，就是沒有主人的小狗。孔子聽了以後也只是哈哈大笑。我們今天關於孔子老師就分享到這裡，希望大家喜歡，也希望大家多練習，多在評論區和我互動，這樣你的中文普通話就會越來越好。我們下一集再聊一聊孔子的理想。拜拜。